如果你再骚扰我们，我就立刻报警。拍他！哎，姐，我360度拍摄，姐，我给你看一下啊，你上给你找找。送给你。你是谁呀？肯定是你粉丝吧？哎呦，我没拍着。哎，粉丝，你来给我点送一次，我给你拍一张。姐，没拍着。你是一只都没有拍着。送给你。谢谢。这次一定能拍着。是猴子搬来的哪吒吗？送给你。给我的。对。你谁呀？送给你。你是谁呀？送给你。送给你。送给你。好点了吗，蒋先生？我之所以会紧张，是因为那次求婚，纯属是个意外，是我人生中唯一的漏洞。我无法通过数据测出它的可行性。为什么这么说？那次是公司的周年庆活动，蛋糕服是同事借来演出用的。那天我喝多了，不小心说漏了嘴，才有了一次意外的求婚。这是我整个追求计划当中唯一的一个意外。给你一个惊喜。你喝酒啦？对啊，喝了一点儿。以后你要是天天喝酒就好了。你干嘛？你喜欢一个酒鬼啊？小鬼，我喜欢喝了酒的你。小易，自从我认识你以后，我就知道你是上天给我的最大的礼物，所以今天我要对你说，我愿意。我还没说完呢。你是要跟我求婚吗？我愿意。那你要等我把话说完。就是因为这次意外，你的老婆才彻底接纳了你，不是吗？可说到底，这还是个意外。你就这么不能接受意外吗？意外是失败者的借口，在一个完美的计划当中，意外就意味着失败，是绝不允许存在的。蒋先生，你玩过多米诺骨牌吗？为什么会突然问这个？其实我们的日子就跟多米诺骨牌一样，过一天推倒一张牌。就算你提前把它码得倍儿齐，你也永远不知道下一秒这张牌会倒向什么地方。而往往有的时候没有经过设计，倒得东倒西歪的牌，最终拼凑的却是一张完美的画面。
顾小艺已经过去了。Good， 非常好。包教授已经提前去了房车了，你跟叶子先回来，时刻准备，快。谢谢你们，看来我的数据没有撒谎，你们果然是我最正确的选择。台词准备好了吗？丝毫不成。战场之上你来我往，刀枪无影，这台词就是你的武器，家伙事可千万不能丢。顾小艺马上就上楼了。准备行动。姐，也许你已经忘了我以前的样子，也许你已经不记得我们曾经一起的欢声笑语。但是我还是希望像以前一样，把这朵玫瑰花给你，你把心给我，我们一起长长久久，细水长流。你的手里有98朵玫瑰，我这里呢还有1朵，加在一起是99朵玫瑰，它代表着天长地久呀，我不说吧。我顾小艺要和蒋默然永远都在一起。蒋默然，你愿意陪顾小艺一同走过漫漫人生路吗？我愿意。我手套太大。别拍了。小叶，你愿不愿意陪蒋默然重走一次人生路？我们重新开始，重新创造幸福，重新创造记忆，好吗？小叶，面好。小叶，小艺姐，小艺姐，顾小姐。之前你跟我保证过，这次行动绝对不会失败，对吗？蒋先生，我承认这是我们工作的重大失误。
既然你承认是你们的失误，那这次所有的费用我不会出1分钱。费用我们分文不收，而且我保证一定将这事负责到底，让你和你妻子重归于好。看来我之前的工作做得还不到位，我会对你们重新进行评估。老大，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了？那计划好好的，98朵玫瑰花1朵不少，怎么就失败了呢？就是啊，你说我忙前忙后的，腿都快跑断了，到现在竹篮打水不偿分。按照计划呢，蒋默然重新向顾小艺求婚，谁知道顾小艺非但不领情，当场就爆发了，把花直接扔到了蒋默然身上。哎，不是，按照这么重要的场面刺激下，那顾小艺总得想起点什么吧？就算他什么都没想起来，也不至于发这么大脾气啊。在心理学的角度来讲，有一种失忆完全是心理因素造成的。患者在遭受心理创伤之后，会进行选择性的逃避，通过强大的心理暗示来进行遗忘，达到目的。可问题是，顾小艺心里到底受过什么创伤？那蒋默然对他那么好，千方百计想把他留住。要我说呀，这里面另有玄机。根本就没有失忆这回事儿。是我们想多了，这其中我们一定遗漏了什么细节。有一个最重要的线索，是蒋天天的病。咱买个汽车怎么样？红颜色的多酷，好不好？32加73等于30。咱不算数了啊！哎，直升飞机，你看，直升飞机怎么样？给你买一个。等于乘以4，宝贝儿，等于。回来了。哎，怎么了？那一个个无精打采的。谢谢，谢谢这次您选择了我们，我很荣幸。选择你们并不代表相信你们。你们3番2次来找我，为什么？我说过，我的职业是一名分手大师。作为一名商人，我找到您，肯定是因为嗅到了商机。之前的帮忙确实是免费的，但是这不代表接下来我们不会收费。本来生意就是有偿的，我也希望您能理解。有偿我当然能理解，但是取之有道。请问，律师都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你们能有什么办法呀？您不试试，怎么知道我们办不了呢？半年前我们就开始进行律师调解了。我的家人和朋友都认为我脑子有病，无理取闹，没有一个人站在我这边的。我非常能理解您的痛苦，所以分手大师才应运而生。我们的宗旨是帮助每一个深陷痛苦的人脱离枷锁。你们一直在调查我吗？不，您误会了。其实我们并不了解您，只是很恰巧，我们了解我们的竞争对手。蒋默然为了拴住你，他去找了复合大师，所以我们才知道您的存在。原来是这样。我和蒋默然都变成了一个商品，是你们双方争夺胜负的筹码。No， 我们和他们完全不一样。虽然我也是一名商人，但是我们是有原则、有底线的。他们注定会失败。就算我这辈子离不了婚，我也绝不会再爱上蒋默然。你其实根本就没失忆，对吗？当然，我要是失忆就好了。我能清楚地记得我和蒋默然相处的每一个细节。
我永远也不能原谅他对我们母女所做的事情，所以，我一定会跟他离婚。如果周末推测的是真的，蒋甜甜真的有心理疾病，或者是心理方面的问题，那我还真就想不明白了。你说这个蒋默然，算是公司高管，也算是功成名就的成功人士，可家里老婆有问题，孩子有问题，可他偏偏不是蒋默然要离婚，而是他老婆不依不饶的，搞不懂，搞不懂。我觉得这正好说明蒋默然他是个好男人。我仔细观察过他，他这个人啊，虽然个性比较古板，但正是因为这种个性，他才会很沉稳，值得人依靠啊。虽然说他在颜值上和我的偶像们确实差那么一丢丢，但是人品还说得过去啊。所以问题的关键应该还是在顾小艺身上。我觉得叶子你说的特别有道理。那当然。马屁精，怎么了？瞧你那抠搜劲儿，马屁都自己捂着，熏自己。哎，老大刚才是不是在这儿呢？人呢？哎，就是啊，中午也不见了。这两个人肯定有问题。有问题！我干净！把水给我！是。哎。站住！你该死的不敢就站住！可以说，甜甜的自闭倾向是蒋默然一手造成的，是他扼杀了甜甜的绘画天赋，把她变成了一个只会背数学公式的复读机。我一直知道蒋默然是一个刻板严谨的男人。刚开始我觉得这种性格的男人踏实可靠，值得托付终身。可是没有想到结婚以后，他变本加厉，控制成瘾。女人生命中的两大悲剧：肉长在不该长的地儿，感情给了不该给的人。那看来我比你惨。这两大悲剧我已经集于一身了。我一直容忍，只是没有想到，我的容忍，最后给甜甜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。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？亲爱的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多晚我们娘俩都必须等你呀。甜甜，快醒醒，爸爸回来了，给爸爸过生日了。之前我不是说了吗？今天我要加班，会回来很晚。开眼，你老婆我亲手做的，厉害吧？这不是你的专业吗？厉害什么？不厉害，你厉害，连点正常男人的基本套路都没有。你是说我不正常？哪里？点蜡烛啊！爸爸今年32岁，我们给他插上3长2短。当着孩子的面瞎说什么呢？幽默一下嘛，大男人别那么矫情，一点情调都没有。啊，许个愿吧。好了。许完了。对啊。哎，甜甜，你不是馋了半天了吗？跟爸爸一起开动吧。来啊，等一下，这100克蛋糕就有347大卡的热量，而且糖分、脂肪含量都很高，吃了对身体不健康，我们还是不要吃了。蒋默然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给我点面子好吗？就吃一块。
我的面子就这么大啊？你不是整天照镜子说自己的脸大吗？这样多好。更何况我刚才为了你，这一口蛋糕足足有5克，最少有17大卡。哦，咚咚咚咚，甜甜，你不是有惊喜送给爸爸吗？快点拿出来吧。祝爸爸生日快乐！谢谢宝贝，宝贝，你看，3、2。3乘以2等于几？3除以2等于几啊？3乘以2等于6，3除以2等于3除以2等于1.5，等于你个250。你想干嘛呀？我是为了甜甜好，数学是上帝的语言，甜甜必须要学好。至于画画嘛，当做一个爱好，随便画画就行了。孩子他自己喜欢画，可是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我忍你很久了。你知道甜甜为了给你过生日画这幅画用了多长时间吗？你疯了吗你？家庭教育守则第1条，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吵架，好吗？哇，已经10点多了，甜甜，我们唱完生日歌就准备睡觉，好吗？那我们一块唱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兵马俑，它完完全全就是一尊活的兵马俑。我们俩每天貌似生活在一起，思维方式完全不在一个朝代，就是古今大战秦俑情。我说，这位机器人大哥，你平时一板一眼，我不管你，但是你不能这么对咱们的女儿。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性，你要让孩子顺着自己的天性发展，而不是一味顺着你嘴里的科学。请相信我，我现在的做法才是顺应甜甜的天性。我要去甜甜的房间睡，我也要顺应我自己的天性发展。等一下，晚安。等一下，你身体的温度是36度7，嘴唇的温度是-36度7，因为你就是一个冰冷的人，一点温度都没有。我总以为这是我的问题，毕竟在所有外人看来，蒋默然对我都是爱护有加。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意识到，我错了。甜甜妈妈，据我们院方观察，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。我们还是希望您能带孩子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。小雨老师，你们觉得甜甜有那么严重吗？孩子的事儿不是小事儿，我们还是希望家长能够引起重视。蒋默然，甜甜被查出来有自闭倾向，你说怎么办吧？甜甜没有任何病。你干嘛呀你？干嘛呀你？我说了，甜甜没有病，她跟其他的孩子一模一样。现在外面全是庸医，为了挣钱，他们才会乱下诊断。甜甜本来非常健康。都是你那些无聊、死板、可怕之极的教育方式，甜甜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我的这种教育方式怎么了？孩子学习本来就不能只靠兴趣。你知道傅雷家书里面傅雷是怎么教育傅聪的吗？我没文化，不爱读书，别跟我说你的傅明家书。傅雷，我说的是傅雷，傅雷是个教育家，好吗？
你说的复明那是我爱我家，他也就教育一下贾志国、贾志新。我就爱看我爱我家，怎么了？人家贾志国、贾志新他爸比你会教育小孩。你没有功夫读书，反而有功夫跟我在一块讨论如何教育孩子。我告诉你，我从小就是这么长大的，我现在不照样很优秀吗？你优秀，你早就生锈了，你朽木不可雕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不想让甜甜长大变成你这个样子。变成我这样怎么了？你现在不是照样选择嫁给我吗？我后悔，我特别后悔，我非常后悔四季。我们离婚吧。我告诉你啊，离婚这2个字永远不要轻易的说出口，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个莫大的伤害，你知道吗？1分钟前你还在跟我嘻嘻哈哈，现在呢，你一冲动你就要跟我离婚，这叫典型的冲动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这是你最大的性格缺陷。说来说去，我们俩反倒是我有性格缺陷了。没错，而且你这种性格缺陷很可能就隐藏在你的遗传基因当中，所以甜甜的基因只有靠我力挽狂澜，你知道吗？你靠边站吧，我不会让你再害甜甜一辈子。一个家庭就好比是一个水分子，它是由2个氢离子和1个氧离子所组成的，它的结构十分的稳定，一旦拆开就会发生爆炸。那你为什么直到半年前你才提出离婚申请？还不是为了甜甜，我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所以我也从来没有放弃跟蒋默然的沟通。我总是想，结了婚之后，男人和女人就像一枚硬币的2面，用不着非得彼此面对，只要一直在一起就可以了。在一起是在一起，可是这天天屁股对着屁股，这也不是个事儿吧？我一直忍着，一直忍着，直到去年他出差的时候，我无意间发现了一本日记。时间：2010年4月15日下午3点，地点：1988西餐厅烘焙工坊，温度15摄氏度，天气晴，空气干燥。为了给妈妈准备生日蛋糕，我参加了顾小艺的烘焙工坊。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，她就是妈妈说过的那种爱笑的女人。婚姻计划的第一步是制造偶然的相遇。探查到目标今天要来送货后，我就开始计算，按照目标每分钟80步的行进速度，从门口到进入大堂正好需要1分钟。我所在的玻璃窗距离大堂和门口到大堂的距离是相同的，但按照我每分钟120步的频率，想要正好赶上，我需要晚出发20秒。在碰上的那一刻，力度需要10牛，可以正好保证蛋糕落地而不伤害到目标对象。我很意外，上次醉酒后的求婚居然会成功。但无论如何，我的婚姻计划按时完成了。根据观察，目标对象在规定的时间里，按照我的结婚计划进行了积极的配合，是优等的人选。这证明我的选择是没有错的。接下来，他应该也能很好的完成今后的生育计划以及其他的人生计划。我去！你还说他是兵马俑？你这老公彻头彻底就是一僵尸。我这么热爱生活的一个人，从小别人都说我活泼好动，跟他在一起生活久了，我也变成植物人了。我们俩每天在家里就是这样，植物大战僵尸。真哎，如果是我，我一天都过不下去，听着都让人不寒而栗，是吧？是吧？你们都觉得是吧？我倒是觉得还好。啊？您别搭理他，他也是一冷血动物。您继续。
那是一种透彻心脾的冷。我终于看透了他，在他的内心深处是没有一点感情的，一切都是计划，任何不在他计划里的东西都会被无情的消灭。你肯定不是这样的人。我听明白了，哥们儿就是一终结者呗。必须离婚，才能挽救我们娘俩。他坚决不离，律师都没有办法。您放心吧，我们分手大师保证，从现在开始您不用再容忍了。其实我最担心的，就是甜甜在他的控制下，也会变成和他一样的怪物。世界上怎么会有蒋默然这种人？简直就是个变态。虽然我也不是很喜欢蒋默然这个人啊，但是我要纠正你一下，蒋默然不是变态，而是人冷感症。什么症？人冷感症。没听说过，听说过人冷，听说过高冷，没听说过人冷感症。哎，于老师，我突然觉得哈，我跟你说，你别生气。哎，你不觉得你和蒋默然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吗？你这是什么话呀？啊，你这么说，我非常不高兴。我怎么可能跟他像？真的真的，智商都特别高，办事特别葛。我觉得你应该特别能理解他。何总，你不能因为我的智商高就歧视我。我跟蒋默然有一个最大的区别，就是我的心是热的。你呀，周一。哎呦，复合大师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是您第一次光临我们事务所，有何见教？顾小姨是你带走的吗？她在什么地方？大哥，他去哪儿我怎么知道啊？我们的工作虽然矛盾，一个分手，一个复合，但本质是一样的，都是替人做情感服务的，没错吧？没错啊，我觉得没问题，我同意。之前方淼的事情，我们不是合作挺愉快的吗？所以在未来的业务上，我们没有必要一味对立吧？我们各行其事，没有对立可言啊。我真的觉得你不可以回到一个完美的家庭。哎，你先别急着指控好吗？首先，我们两个委托人有着完全相悖的诉求，而且在我的调查之下，我对您所谓的美满家庭非常非常不赞同。在我看来，恰恰是你把顾小艺推向了一个神经病的怀抱，是不是于老师？啊，哎，我打断一下啊，这个神经病跟精神病啊是两种不同的症状。其次呢，人冷感症也不是精神病。先生，你哪头呢？你仅仅是因为接了顾小艺的委托才这么做吗？当然了。不掺杂任何的情绪。那不然呢？我为什么要插手他跟蒋默然之间的感情？也可能他认为你钱还未了，恶意报复呢。于老师，去给自己倒杯水。李段，我很感谢你今天可以到这儿开诚布公的跟我聊这些。如果说我以前对你有成见，还写过文章攻击过你们复合大师，那今天我现在真诚的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咱俩这样聊天，我有点接不住。不是，怎么什么意思啊？但这次我真的觉得我是对的，他们应该分手。你别忘了，我现在是分手大师。曾经感情上我们棋逢对手，希望在职场上也可以一较高下。既然这样，
我不会对你手下留情。哎，朱墨，你怎么来了？怕你们谈得不好再打起来，出危险怎么办呀？怎么，你担心我啊？美的你，我担心的是我姐。你们两个对我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人，我不希望你们谈得不好。贺周一接受了顾小艺的委托，我们之前的调查方向错了，顾小艺根本没有脑震荡，也没有失忆。问题出现在蒋梦然身上。什么？10万伙计，回公司再说吧。不是，怎么回事啊？叶子，最后一瓶了。如果成功了，今天晚上你答应和我一起吃饭去。好啊。叶子啊，晚上跟我吃啥去？不干叫！别误伤你，多看等，出来，咱们我好不容易来吃饭，出来！出来！别闹了，开会，重新定制计划。啊？为什么呀？我们计划有漏洞吗？这个计划本身就是个漏洞。啊？叶子，咱先不说晚上怎么吃。哎，叶子，我好不容易把叶子。喂，哪位啊？哦，李总啊！哎呀，好久都不见了。你最近忙吗？哦，倪总。哦，倪总，我知道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没听清楚。哦，你说，不许骂人，你才是贵人呢。我那个直播都是瞎弄的，没想到现在粉丝那么多。啊，你说什么植入？哦，植入的事情我还没有考虑过，我就是想节目前期还是要把节目的质量先出去。哎，但是好的东西也不是不可以考虑。你说的那个植入的东西是什么呀？喂，喂，断了。那你还会离开我和爸爸吗？妈妈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，这辈子都会跟你在一起。妈妈永远最爱甜甜。那我们好久没一起吃饭了。妈妈最近真是太忙了。你晚上想吃什么？妈妈带你去吃。喂，哎，倪总，哎呀，刚才断了，不知道是我这儿信号不好，还是你那儿信号不好？啊，你刚说植入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才回来？我等着你们半天了，我已经叫了外卖，赶紧吃吧。我
我带甜甜去补习了，我们在外面吃过了。甜甜，刚才妈妈带你去哪儿了？妈妈带我去画画了。甜甜先回自己的房间。